当钢铁侠的电子盾、孙悟空的火眼金睛和红蜘蛛的智慧大脑同时装进一架退休倒计时的战机，它还是你认识的 F-16吗？它累计飞行1900万小时，扛过9枚导弹，满挂出征，却在隐身战机时代被贴上过时的标签。距离2030年强制退役只剩6年，全球3000架 F-16正在集体上演求生之路。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今天呢，我们就来探讨一下以上问题。在这里，我先亮出我的观点 ：F-16远未过时，廉颇老矣。不，他刚拿到2060年的续约合同，通过持续不断的革命性的升级改造，尤其是最新的 F-16V Blank 7072型号，这支战损不仅没有被淘汰，反而被赋予了媲美5代机的关键战力，战斗力实现质的飞跃，并找到了在未来战争中的新角色。在过去为何 F-16如此成功，故事还要从1979年说起。F-16战损以其卓越的机动性能、出色的性价比和强大的多用途能力，迅速赢得了全球认可。它是世界上最成功的战斗机之一。它累计飞行超过40万架次，总飞行小时数突破1900万小时。它全球约3000架不同版本，在25个国家服役。美国空军是最大用户。它有9个外挂点，使其能灵活挂载空对空导弹、精确制导炸弹、空对地导弹、反辐射导弹、反舰导弹、火箭弹，甚至核武器，是真正的多面手。它经历实战考验，战功卓著，且操作和维护成本相对较低。这种强大的战斗力与经济性的完美结合，使其成为几十年来许多国家空军的绝对主力。它永葆青春的秘密在于持续进化与深度升级。F-16能服役至今，关键在于它从未停止进化，形成了庞大的家族，现在已超过20种改型，每一次升级都让它焕发新生。Blank 15批次首次重大改进，换装新发动机，获得夜战和精确对地反舰能力。Blank 25批次及 F-16CD 的 Blank 25升级航电和雷达，获得发射 AIM-7、AIM-120 超视距导弹的全天候能力，空战和对地打击能力大幅提升。还有迈向4代半的 F-16V Blank 7072批次进行了颠覆性升级。2022年亮相的 F-16V 昵称蝰蛇，是 F-16家族最强形态。Blank 7072版本更是里程碑，其核心升级让战力脱胎换骨，主要表现为以下4点。第一，它有着孙悟空的火眼金睛 AN/APG-83 SAB2-AESA 雷达，此雷达由诺斯罗普格鲁曼研制，性能与 F-35的 APG-81 雷达处于同一技术水平。同时探测范围增加 30%， 战场探测能力提升 220%， 自我保护能力提升 180%， 并且能同时追踪20多个目标，生成1英尺分辨率的合成孔径雷达地图，对地探测距离超过296公里。还有利用于 F-22、F-35 雷达的软硬件共性，为 F-16提供了第5代战机的雷达功能，是 F-16V 成为4代半的核心标志。第二，它有着像红蜘蛛一样的智慧大脑，先进玻璃化座舱与任务计算机，配备大型高分辨率中央基座显示屏、头盔提示系统和高速数据总线。全新的模块化任务计算机 MMC7000AH 取代旧计算机，处理能力翻倍，内存扩大10多倍，为未来升级预留巨大空间。CPD 能够实时显示雷达、瞄准吊舱图像、彩色地图和飞行数据，态势感知能力飙升。这里有个问题，请问变形金刚里的红蜘蛛原型到底是哪款战斗机？是不是 F-16呢？欢迎在评论区里告诉我。我们继续。第三，它有着钢铁侠的电子护盾、全数字电子战套件、毒蛇盾、DRFM 吊舱。Blank 7072标配定制的毒蛇盾，能同时探测和对抗所有威胁。数字架构和商用技术使其更小、更轻、更易升级，可选配先进的 DRFM 电子战吊舱，机身应用 HiveClass 2隐身涂层，显著降低雷达反射信号。第四，它有着批战男主角的品质，又大又硬又能装。武器与结构升级，空战标配 AIM-120D 加 AIM-9X 组合，同时得益于新雷达和狙击手瞄准吊舱，可携带 AGM-88 反辐射导弹、GSOW AGM-84 鱼叉反舰导弹、JDAM 等精确制导武器，新增4连装挂架，理论最大挂载量可达惊人的22枚导弹，成为名副其实的导弹卡车，能装不？结构寿命延长至12000小时，可服役至2060年以后。配备自动地面防撞系统，提升飞行安全，够硬。更强大起落架支撑更大载荷，就是一个字儿大。捧了它半天，咱们回到现实。尽管它升级显著，F-16在迈向2030年时仍面临严峻考验。
首先是各国机队机龄老化，比如新加坡的 F-16 机龄已超30年，即使通过中期寿命升级，预计也只能用到2030年左右。正积极考虑用 F-35 替换。还有美国空军的 F-16 平均机龄高达29.2年，任务达成率受到一定影响，许多早期型号早已停产，维修老旧机体的部件或许会越来越难。值得庆幸的是，全新 Blanc 7072仍在生产并交付新客户，如巴林、斯洛伐克等。其次，五代机的竞争压力 ，F-35 和 F-22 等五代隐身战机的普及，对 F-16 作为一线主力构成直接挑战。有观点认为 ，F-16 的升级潜力已近极限，难以匹敌顶尖五代机。第三，预算与维护压力，即使 F-16V 升级性价比高，大规模现代化仍需巨额投入，各国空军预算紧张是普遍现实。近半个世纪的高强度使用带来维护疲劳，历史上近700架的损失，约占总量产的1/7，也从侧面反映了其高使用率下的压力。第四，电子战能力的短板，部分用户如台湾空军的 F-16 机队面临电子战系统老旧问题，其 ALQ184V11电战夹舱数量有限，且是上世纪90年代装备，急需升级以避免与新雷达如 APG-83 产生干扰，延迟升级将限制整体电子战防护能力，增加战机风险。这里做个小科普，电战夹舱是战机挂载或内置的设备，用于增强自身电子作战能力，如干扰敌方雷达、导弹制导，或保护己方免受电子干扰。外挂时便于升级更换。F-16 在面对未来战场，自己如何找到自己的生态位呢？美军给他赋予了新角色，不只是导弹卡车，更是编队大脑。F-16V 的强大升级，尤其是 AN/APG-83 AESA 雷达，使其获得了与 F-35、F-22 等五代机互联互通互操作的关键能力，这开启了未来空战的新模式，有人无人协同作战，而 F-16 将在其中扮演核心角色。这里我们就不得不提到这个关键赋能者——协同作战无人机。CCA 是美军正在大力发展的颠覆性技术，由 AI 深度赋能，具备半自动能力。想象一下，一架有人机加2架 CCA 的编队，它成本低廉，单机成本仅为 F-35A 的25%到33%，可承担高风险任务。它高度灵活，通过更换模块快速切换侦察、防空压制、电子战、火力打击等任务。它 AI 驱动，依托天空博格人等 AI 项目， CCA 能自主编队飞行，识别目标，调整战术，减少对人控的依赖。稍等一下，这里来一个鱼小科普。2019年3月，美空军研究实验室战略发展规划和实验办公室首次公开天空博格人无人僚机项目，该项目名称取自电影《星际迷航》中的博格人种族。星际迷航中，博格人属于半有机物半机械的生化人，大脑为人造的处理器。博格人的个体没有自我意识，整个博格人族群被一个称为博格女皇的程序控制着，在战略上显示出高度的智慧与适应能力。从该项目的取名中可以看出天空博格人项目的一些特征及发展方向。2020年，在美空军的全力支持下，天空博格人项目的无人原型机和自主控制系统并行推进。其中2020年3月，项目组使用反叛喷气式航模验证了机器学习的可行性。5月，美空军发布天空博格人项目提案，由雷多斯公司负责开发天空博格人的自主核心系统。12月，美空军与波音公司、克拉托斯公司和通用原子公司签订合同，有几家公司分别制造天空博格人原型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 XQ-58 女武神无人机，被称为中程僚机，有机会咱们可以展开讲讲。正片继续， F-16 加 CCA 即是未来空战的黄金组合。得益于升级后的数据链和强大集成能力， F-16V 能完美融入并指挥这种有人无人编队。应用场景一：穿透制空、防空压制。 CCA 前出探测、干扰甚至摧毁敌方防空雷达节点，为后续 F-16 或有人机编队开辟安全通道。F-16 在后指挥并补刀。应用场景二：分布式火力。 CCA 作为导弹卡车 Plus 版，携带大量远程导弹，极大扩展了 F-16 的火力范围和打击密度。 F-16 作为指挥节点，引导 CCA 发射导弹。角色转变， F-16 从单纯的武器平台升级为空战编队的战术指挥节点或协同攻击平台。这种深化的人机协同让 AI 不仅辅助飞行，更能参与战术决策，推动空军向有人无人混合编队转型。一架计划2030年退役的 F-16 可能就此转型为一个灵活小型空中指挥中心。这就像星际争霸里神族航母配合拦截机，或者红色警戒里坦克配合步兵。
兵种配合产生1+1大于2的威力。即使 F16未来不作为一线主力，它也可以凭借其庞大的数量和成熟平台，发挥其退休生活的价值。比如顶尖的飞行员训练平台，培养飞行员基础于进阶战术，还有逼真的假想敌角色，模拟潜在对手的战术和飞行特性，还有高性价比的技术测试平台，测试新武器、新传感器、新战术的理想载体。那么回到我们最初的核心问题，2030年后的 F16还会再服役吗？答案无疑是响亮的，会，而且角色可能更加重要。深度现代化让它脱胎换骨，它已经化为战斗力的4代半，核心性能直逼5代机门槛，机体寿命足以支撑到2060年。新生产的布朗克7072将继续服役数十年，融入未来作战体系是其新生关键。作为有人无人协同作战编队中的指挥节点或导弹卡车 Plus，F16 找到了在高端对抗中克敌制胜的新定位和价值，这是其服役生命力的核心保障。强大的多用途性和经济性是其持久根基，即使在二线，其在训练、测试、假想敌等领域的成本效益优势无可匹敌。诚然，老化竞争、预算等挑战真实存在，部分早期型号终将退役，但凭借无与伦比的升级韧性、对未来战争形态的主动适应，以及在成本与效能间的完美平衡，这支翱翔天空近半个世纪的战损远未到飞向夕阳的时刻。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 F16 那矫健的身影将继续在至少2060年以后的蓝天之上书写着属于它的新机生故事。廉颇老矣，不是尚能饭，且找到了新饭碗。退休返聘，从曾经的战损蜕变为条蝰蛇。视频最后我来解释一下我们频道每期开篇与结尾的文字。无论现代战争技术还是未来科技与生活的发展，都已踏入一片认知迷雾。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其更深层的底层逻辑，去面对未来变化，拥抱改变，同时做一个终身学习者、长期主义者，遨游于此世间，去寻找生命的意义。感谢收看，我们下期见。